最近火出圈的在京爱人5炸出了个上市公司老板陆行对着小20岁老婆邓莎狂炫，我公司香港上市，结果一巴让人惊掉下巴，公司市值才2.36亿港元，股价3分5厘。10月13号全天成交额4760元，还不够买个最新款手机。更劲爆的是，这大哥背着1019万行贿案，受贿的判了10年半，他竟上综艺当嘉宾，到底是真富豪还是仙股演员？再见爱人5节目播完没3天，10月17号港股就炸出条公告，创联控股02371.HK 宣布董事会主席陆行辞职了。这下大家才后知后觉，原来节目里他口中的上市公司就是这家听都没听过的创联控股。抱着说不定是家潜力股的心态去查了下公司数据，结果差点笑出声。截至10月24号，公司总市值2.36亿港元，每股股价0.0353港元，这可不是3毛5，是3分5厘，比菜市场的白菜价还便宜。陆行作为第一大股东，持股21.02%，算下来账面身价约5000万港元，看着不少对吧？再看成交数据更离谱了，就算行情好的10月23号。成交额也才14.37万元，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流动性堪比死水。陆行手里的股份别说卖5000万，就算想卖500万都得砸跌停，根本没人接盘。家人们，你们听到上市公司老板第一反应是啥？是不是默认最少身家10亿？可能有人要问了，再便宜也是上市公司啊，总比小公司强吧？这话可就大错特错了。陆行的创联控股在港股里有个专属标签仙股。这俩字翻译过来就是股市低保护，跟优质资产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仙股特指股价低于1港元的股票，因为港股没有1元退市规则，这些股票能常年在几分钱徘徊。别以为这是小众现象，港股里足足有1500家仙股，占比高达57%，创联控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为啥说仙股碰不得？咱拿创联控股举例，赚钱全靠嘴，亏损是常态。根据2025年财报，公司全年营收6.55亿元人民币，看着不少，但税后利润是负6901.3万元，又是亏损的一年。更搞笑的是，公司主营业务分2块，76%是金融服务，24%是教育服务，俩都是听起来赚钱的行当，却能年年亏。有网友调侃，放债都能亏，这业务能力也是没谁了。陆行的5000万账面身价就像挂在墙上的奖状，看着光鲜，却不能当钱花。港股仙股普遍没人交易，这种仙股的本质其实是壳游戏。创联控股不是正经 IPO 上市的，是陆行2014年通过股权重组增发股票搞的借壳上市。这种操作在港股很常见，很多公司本身没实力，就花钱买个上市壳资源，包装成上市公司唬人。就像之前杜甫酒业花点钱绑定个亏损的港股公司，改个名字就敢吹港股白酒第2股，最后还不是成了仙股。陆行这波操作其实就是买壳装门面，有了上市公司老板的头衔，既能上综艺撑场面，又能给公司融资背书。至于公司赚不赚钱，股价涨不涨根本不重要，毕竟在很多人眼里，上市2个字就够唬人了。如果只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当假富豪顶多犯虚荣。可陆行身上的黑料远不止这些，他藏着一桩高达1019.44万元的行贿案，这才是真的大雷。这事儿得从2025年7月说起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，里面提到陆某在2014到2020年间向退休干部石某燕行贿，包括3141万股创联控股股票，价值812.44万元，160万现金，还有47万的卡，加起来足足1019.44万元。虽然文书里写的是陆某，但结合公司名称、股权时间线，明眼人都能看出就是陆行。更明确的是，公诉机关直接说了陆行行贿是为了在股权重组、日常运营等方面获得便利。而2014年正是他操作创联控股借壳上市的关键年份，说白了，这1019万就是上市敲门砖，花这笔钱搞定关键人物，才能顺顺利利把公司塞进资本市场的壳子里。可问题来了，创联控股年年亏损，陆行花这么多钱买方便，到底图啥呢？其实上市壳子本身就值钱，在港股一个干净的上市壳资源能卖好几亿，陆行花1000万搞定审批，后续不管是卖壳还是融资都能赚回来。就像有人花100万买个1线城市户口，不是为了户口本身，是为了背后的教育、购房福利。
其次，上市公司投钱是融资利器，就算公司不赚钱，要挂着港股上市的招牌，就能去银行贷款发债券，还能拉投资人入局。最关键的是，股票能当送礼硬通货。陆行行贿的3141万股股票，在2014年价值812万，既不用直接拿现金，又能绑定受贿者和公司的利益。只要公司还在上市，股票就有升值预期，这比送现金隐蔽多了。更离谱的是后续发展。2024年12月，受贿的石某燕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。可作为行贿方的陆行，截至现在居然没有任何被追责的公开消息，这操作直接看傻了法律圈的人。要知道，根据刑法，行贿3万就够立案1000万，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。理论上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家人们觉得陆行为啥没被追责？是有自首立功情节，还是案子有隐情？评论区大胆猜测，猜对的说不定能蹲到后续反转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陆行在行贿案曝光后，还能淡定上综艺当上市公司主席，直到节目播完才辞职。这操作简直把嚣张写在了脸上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被曝光的问题富豪，越是不把规则放眼里，越觉得自己手眼通天，可最后往往栽在自己的自信上。有律师朋友跟我说，陆行这案子大概率没结束，要么是证据链还在补，要么是在等合适的时机。毕竟1000万的行贿案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咱就等着看后续，看这出富豪迷局到底咋收场。陆行的创联控股不是个例，港股57%的仙股比例，说明这背后是一整套割韭菜生态。这些公司看似不起眼，实则藏着不少坑，普通人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。大家可能很好奇，港股监管不管吗？不是不管，是管不过来。港股上市门槛比 A 股低，很多公司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就能上，后续监管主要靠信息披露，这就给了仙股公司钻空子的空间。而且港股没有退市整理期，就算公司沦为仙股，只要不主动退市，不能一直挂在市场上。但最近监管已经在发力了，香港证监会2025年专门针对仙股诈骗发了公告，提醒投资者警惕高仿真钓鱼网站。内地也明确了通过 QDQ、沪港通等合规渠道投资港股，避免大家踩坑。所以说，不管是陆行的创联控股还是其他仙股，好日子可能真的要到头了。陆行的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课，上市公司不是财富的保证书，甚至可能是陷阱的遮羞布。不管是投资还是识人，都得擦亮眼睛。记住，一定要看市值，更要看流动性，警惕米盘仙股。下次再听到上市公司，别光激动，先去查查它的总市值，低于10亿港元的要小心，然后是成交额，日均低于100万的直接拉黑。就像创联控股，典型的僵尸公司，碰都别碰。陆行赶上综艺炫上市公司头衔，本质就是利用大众的认知盲区。现实中，要是有人跟你说我是上市公司老板，有个稳赚的项目，不管关系多好，都先查公司底细。之前有阿姨被发小忽悠投了仙股，最后亏了30万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陆行花1000万行贿搞上市，看似走了捷径，但现在辞职离场，舆论发酵，说不定哪天就被追责。记住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搞投资，合规才是最稳的护城河。那些告诉你能靠关系搞定一切的人，本身就是最大的坑。这里再给大家一个实用工具，查港股公司可以用港股通官网输入股票代码，就能看市值、成交额、财报，查法律文书，去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人名就能知道有没有涉案，花5分钟查一查，能帮你避开90%的坑。不管在哪个领域，真实力才是硬通货。陆行花1000万行贿买上市壳，靠上市公司老板的头衔上综艺撑场面，对妻子说生儿子是最大付出，看似活成了人生赢家，实则活在自己编织的泡沫里。现在壳公司是仙股行贿案悬而未决，综艺镜头被删，所谓的成功早就千疮百孔。其实资本市场从来不缺陆行们，有人靠买壳装富豪，有人靠炒作割韭菜，有人靠违法走捷径，但最后能站稳脚跟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做业务、合规经营的公司。就像茅台、腾讯没人靠，上市头衔唬人，可谁不知道他们是真巨头。陆行的结局还没定，但这事儿已经给所有人敲了警钟。别迷信上市的光环，别轻视法律的底线，别辜负身边人的信任。毕竟靠套路得来的财富早晚要还回去，靠违法撑起的面子早晚要碎一地。最后来个互动，
家人们身边有被上市公司名头忽悠的经历吗？你觉得陆行最后会被追责吗？评论区聊聊，点赞过10万，下次咱扒一扒那些靠买壳上市最后翻车的大瓜。别忘了转发给爱跟风投资的朋友，告诉他真富豪看实力，假富豪才靠壳。